白。光陽 GG 越野究竟有多精彩？沒錯，這台許多浪漫情形中的白月光，出現在橘色越野性能機器 KTM 之間，這顯得多麼的出眾。當然 ，G7 要給 KTM 帶路的話，關掉 TCS 必須，這樣才能動力滑胎。暫時廢掉 ABS 也是權宜之計。這是要處理掉 ABS 嗎？對，沒錯，對 ABS 這個不乖的小孩。OK， 今晚就來看看這台光陽旗艦跑旅的組裝品質，經不經得起考驗，或就直接報廢。Let's go！ 好熱，好熱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今天又來騎車啦。這次來到台南 KTM 5級所舉辦的全新世代390車系越野活動，相信一般人看到這片橘色，多少都會先退避三舍，畢竟公路的盡頭才是 KTM 的開始。所以今天我騎着 G7 做出了一系列操作，純粹學術交流。可以的話，盡量不要跟我這麼做。雖然我之前曾經說過，只要有心，任何車都能越野，但前提是要有個認知，就是能不能越野是一回事，至於能不能全身而退，那又是另一回事啦。畢竟不同性質的車款，在一些極端情況下的損耗差距真的很大。等一下，我們終於要開始刺激的部分了。我們要開始去後山，那邊蠻軟的啦，地蠻軟的，是地蠻軟的。拜，我那個拜拜。哇，我們的資深車友王大哥已經逃跑了，哇，已經繞跑了，我們的王大哥。到底 G7 是不是越野車呢？待會就會見真章了。又不要擔心的是啊，因為它的底盤還蠻低的，而且它的履歷高哦，看起來有點緊繃哦，要慎選路線啊，因為這引擎底板有點薄弱。來，大家看 G7 到底能不能勝任這種緊繃的道路了？ABS 已經把它拔掉，然後固定起來了。再看看它會不會亮 ABS 燈。目前 ABS 燈很亮了，然後關掉 TC， 長按可以嗎？長按，長按也是可以的。長按 TC 也是可以呢，就不用去到那個後台也其實酷，因為它是亮的啊，那 TC。所以其實長按也是可以哦，應該吧？我待會試試看。對於 G7 的越野短板，我也有基本的認知。簡而言之的話，有3大點需要特別注意。第一，就剛提到的離地高；第二，懸吊行程；第三，一些重要部件，像是水冷排與 PTM 的散熱問題，這些都是在 G7 越野時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。待會我在臨到實戰再逐一進行補充。影片最後再檢視 G7 戰損以及相關心得。來，我準備油門一拜了，有沒有滑胎？沒有，扭力不夠。哇，爛泥路哎！堅持不伸腳。OK， 穩定的油門。我的前輪肯定超滑的，還好是平的啦，應該沒有上坡吧？應該有上坡啊 ！shit， 堅持不下腳。哇，幹！超滑！哇，這個坡很高哎！你也要上？对啊，我要上。可是 G790 ADV。上坡前屁股要往後壓，同時開油。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？因為我們上坡的時候，就是地心引力，你自然會阻力變大，对不對？所以通常你只要車子到上坡，你們在一般的馬路上，地下室上來是不是这樣，對不對？通常汽車很有力就沒感覺，但是摩托車的話，它排氣量比較小，你只要照着原本的樣子，什麼動作都不做，當然這個坡很輕鬆啦。大家真的什麼動作都不做也可以，但我希望你們從這個坡開始做的原因是什麼？
因為待會下一個波會比它稍斜一點點。對，你們只要這邊覺得說啊很輕鬆，我不想做動作，你下一個波就有可能會上波。所以呢，我希望這邊大家就把動作做確實。到前輪要上波前，屁股往後壓，開油，boom boom 這個動作 ，boom boom 完身體往前，然後油門就 hold 住了，不是這樣哦，不是 boom 收掉哦，是 boom 就 hold 在那邊，因為這樣子你的車子才能夠 hold 住那個引擎的力量跟速度，讓車 boom 這樣上到坡頂，對，上到坡頂，然後上到坡頂之後，不是噴上去哦。我們最好的操作是讓你的車到達坡頂那一刻，立馬可以停止下來，停在那台 ATV 的位置。那種才是真正我們在那個越野 Adventure Trail 裡面的極致的技術，不是硬衝上去，硬衝上去那通常叫新手。你覺得我上得來嗎？啊？你觉得我上得来吗 ？G7 吗？对。如果是 G8 可以，因為要加個 G 人，不可以偷懶，所以變 G8。G7 加 G1 不是 G8？沒錯。你是 G1 啊？前面很大，前面還有沼澤地耶。對啊。上來這邊停着，我再上大家的車，我才能再往下。OK， 好。來，好，各位走上來，是不是看到下面長這樣了？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做這個動作？台灣很多越野人不喜歡做這個動作，因為台灣的林道太簡單了。在國外有一個林道是那種你上去之後這邊後面就懸崖，要立刻右轉。有沒有看過那種影片？啊，就掉下去了。不好意思，那個是日常。所以我們不懂的路一定要走上來看，不要怕被人家笑哦。我們都一定要確認安全。可以嗎？要助跑。好啊。收油 ，OK， 猛过，睡，這很低，我要用擼的。对了，睡，哎呦，继續可以越野。OK， 现在速度 OK， 现在快了，穩住，加油，6秒氣，OK， 接了，睡啊，我來啦，睡啊，好，讓你的心發動，頭抬起來，看前面，加油，讓你的心，再放多一點。OK， 準備過第二關。剛才我傳給我朋友說，該不會G7也要越野？對，很狼狽，還是買 KTM。跟他講。我現在可以上去嗎 ？OK， 關 TC。哇，有個沼澤地耶。可以的啦 ，G7 可以的。保持動能！哇，超滑！哇，輕胎耶 ，God damn！ 可以啊，來，你要直接到上面啊！哇，那個好斜哦！那有速度哎！我應該要扶了，我要牽了，我可能要牽了。各位看到這個波感覺如何？兩倍長。
哇，这里不能，要靠右骑，真的，对，不能靠左骑耶，这个，我肯定卡死。上来后有没有发现到什么事情了？右转。对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到上面来了吗？因为你们假如没有上来，你们大概就会开油直直往前冲，就这樣去了。然後對，所以呢，這個地方怎麼辦？又轉彎又上坡，各位怎麼辦？第一階段那個坡先解決，先上來。真的不行，你可以上到旁邊休息一下，然後把車轉正，頭頂着這個坡，然後再上去第二次。OK， 對，知道嗎？對，所以不要急，這個坡的坡度並沒有比較陡，所以這裡有個轉彎，你不穩可以停在那邊。只要 OK， 其實我們就可以慢慢的一直開着油，頭看上面穩定的過來。我現在 demo 一次給你們看，哈。超滑！哇，還沒吹！我跳華爾茲哎！哇，有壓力哦！可以衝了，到中心放後面。我要下倒可以嗎？會很醜。可以的，就還好。剛剛第一台哎。哇，不能停。哇，我不能磕到底板，我要選路線。OK。所以 G 區這是越野車嗎？哇，這有一個天坑，怕怕。然後走到看上面，看上面。Running low on the borderlines, and you tell me that you're doing fine. Pulls you right on through the door. I know a place where the sun shines every day. So come with me, and I'll take you. 真的確實比較擔心，就是還好今天是周停停的嘛，所以那個 G7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散熱。我怕那個 PT 會過熱，那傳動，哦，又需要撞風。這領導最怕什麼？就是沒有撞風。然後 G7 就是跑旅車，還沒撞風的話很容易過熱它的傳動。還好大家周停停，可以休息，可以慢慢就是散熱。現在要原路折返了，因為剛剛前面還沒有去探路，杉樹坡之外還有很深的爛泥。有啊，至少去前面看看，探個路。哇哇哇哇哇！我沒辦法再吹耶！哇哇哇哇！哎，這比較乾啦，只是比較多石頭。哇，這有個高低落差，要慢慢擼哎，會卡到地板哦。哎，春生掉車啊，春生！啊，不行啊，我要掉頭了啦！對啊，這個泥巴太過深了，哇，太深了啦，給那個車身挖到很深。拜拜，我掉頭嘍，用後剎慢慢擼，這時候背後下坡的話用後剎。
因为重心不能在後輪。對，然後這裡回轉。掉卡了嗎？原來360掉卡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來救了，我來救了。來，起步。OK， 上來了。這個高低落差要注意，就引擎底板。這裡引擎地板要很小心，慢慢過。這考就不是開玩笑的，冷站起來，擼一點。OK， 過了。龍頭擺直，不要有任何跺腳。那還好啦，這個波沒有很大。如果波大的話，如果波長又大的話，可能就很可怕了。這重心低，把手的高度剛好也好操控。這油門一拜可能會瘋狂滑胎。來試一試哦，油門一拜，哎，很抓得住哎，呼呼，對，甩個土，剎車，哇，沒有 ABS 了，直接滑胎，再試一次，油門一拜，剎車，鎖後胎，哇，都是泥耶 ，God damn， 被我洗了，所以G是越野車嗎 ？Kind of，拔掉 ABS，OK， 目前感覺都沒有過了，先熄火了，有機會先熄火，那傳動可以休息。哎，這個 G7下得去，可是可能上不來，還好應該沒有掉殼。嘿嘿嘿！哇，不要顏色，請勿顏色！哇，我走右邊好了。哇，前輪守着前輪，前輪要守着，走左邊。屁股往後坐一點點。不能停下來，均速。這裡高低度還比較低，這裡。哇，終於出來了！裡面熱死了，免得撞風。OK， 在 KTM 輕度越野行程的部分 ，G7 全身而退。路車起來，除了泥巴塗裝之外，似乎沒有發現明顯的戰損。那就晚點回到公路上，再看看有無異音或操控上的異狀。順帶一提，有常看我越野影片的朋友應該都知道，在越野的世界裡，車是耗材，零件是耗材，有時候就連騎士也是耗材。所以，如果真的想長期玩林道，挑戰更高難度的地形，還是建議選擇更合適的車款，才能玩得更加盡興，也更安全。在此也真的特別感恩台南5級重車投入大量心力規劃活動、協調場地，還特別照顧越野新手，更邀請 KTM 原廠教練 Akira 傳遞正確的安全觀念以及土路騎乘技巧，如此極力推廣高品質越野活動，實屬難得。畢竟在市場低迷的時期，能願意持續投入資源與熱情，散播熱血，散播愛，真的超級感人。期待未來的活動辦得越來越精彩。OK， G7 稍微噴洗完畢 ，ABS 也弄了回來。現在的 G7 再次回歸跑旅模式，是說每次越野完回到公路，總會覺得車子變得特別好騎。這一趟約1小時多的公路旅程，能騎着 G7，真心覺得是種享受，既舒服又放鬆。酷！回顧剛剛 G7 越野的環節，其實我本來最擔心的是 PTM 以水冷排散熱的問題。但目前看起來，只要給予些許的熄火冷卻時間，就不會出現水溫表過熱或是 PTM 熱衰竭的問題。是說 G7 沒有額外的溫控風扇輔助散熱，只是靠裝風來帶走熱量。所以真心奉勸各位，如果真心想要偶爾騎 G7 進林道土路的話，還是得特別注意這一點啦。
Anyway， 從土路稍微摧殘下的 G7， 目前公路騎乘了一段下來，沒有出現異狀，也沒有聽見異音。但畢竟車子是消耗品，再跑幾次土路的話，我相信絕對會有出現油感戰損。這一次算是僥倖安然下莊。順帶一提 ，G7 踏板塞下包包後，前踏斜板踩着舒服，讚讚。然後前置物空間能塞下一瓶1500毫升的水瓶，仍綽綽有餘，讚讚讚。OK， 這影片就這樣子啦。喜歡我影片朋友，歡迎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我是克里斯，我們下次見，拜。